女孩怎么也想不到，只是吃了一口泡面，相恋7年的男友竟向她提出了分手。雅蓉抱怨男友为了一口泡面和她争吵，俊浩则认为女友嘴巴太大，说好只吃一小口，结果这一口却像河马一样大。说着他就把剩下的泡面扔进了洗碗池。刚才煮的时候女友明明说不吃，煮好了却又跑过来跟他抢。分手的话在争吵中脱口而出。雅蓉对无所事事的男友失望至极，他们是一对从大学时就在一起的恋人。对画画极具热情和天赋的雅蓉，为了支持俊浩考公务员，放弃了成为画家的梦想，选择进入一家房产中介工作，每日里强颜欢笑，身心俱疲。与之相对，俊浩虽然年年备考，却每次都名落孙山，如是荒度7年。这天他们一起参加同学聚会，俊浩骑着滑板车姗姗来迟，他在来之前送了一单外卖。雅蓉觉得他应该穿得正式一点，可俊浩却一脸满不在乎。雅蓉没有再说，转身走向饭店。进门之前，她把男友的头盔交给服务员暂时保管，她不想让两人窘迫的生活暴露在同学面前。雅蓉帮俊浩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想让他看起来稍微精神一点，可俊浩一身卡通衣服怎么整理都好像差点什么。雅蓉脸上也只好挤出一抹无奈的笑。包间的同学热情和他们打招呼，大家都褪去了校园时期的一脸稚嫩，只有俊浩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毫无疑问，他成了大家口中调侃的对象。7年没有上岸，被众人讥讽和嘲笑，俊浩却为每次的失利寻找借口。 이번에 시험 말도 안 되게 어렵게 나왔어. 무슨 변별력 높이는 어쩌느니 해서. 저 새끼는 옛날부터 시험 망치면 꼭 저렇게 얘기하더라. 同学们早就看穿了一切，雅蓉也只好在一旁尴尬的陪笑。显然俊浩根本就没有认真备考。聚餐结束后，有车的同学想要送他们回家，雅蓉借口还要去其他地方。 먼저 들어가세요. 너 어디 가? 俊浩的插嘴让雅蓉十分尴尬，他强颜欢笑和同学挥手告别。回去的路上，雅蓉让他以后别送外卖了，专心备考，说不定就能顺利通过考试。可俊浩却以为雅蓉是在嫌弃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。俊浩的懒散和不上进让雅蓉感到失望，曾经的甜蜜逐渐转变为频繁的争吵。这天，俊浩和好友在家里打游戏，雅蓉打电话，他却说自己在图书馆看书。就在俊浩暗暗窃喜的时候，没想到雅蓉却有事提前回了家。看到男友居然学会欺骗，雅蓉对他积攒的失望瞬间全部爆发。 내가 너랑 결혼하겠다고 나 하고 싶은 것도 포기하고 이렇게 일하는데 너 나한테 안 미안하니? 야, 내가 네 엄마야? 하나하나 다 챙겨줘야 돼? 야, 좀 그만 좀 해. 나도 인격체야. 너 인격체 아니야. 사람이 인격적으로 존중받을 짓을 해야 존중해주지. 아이, 진짜 좀 그만해, 좀 그만!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因为住的是雅蓉的房子。最后，俊浩理所应当被扫地出门。他来到咖啡店想要买杯冰美式，可结账时却发现信用卡无法使用。原来俊浩平时消费用的是雅蓉的副卡，如今吵架副卡也被雅蓉停了。这时，大学的好友刚好来到咖啡店，他帮俊浩买了单。闲聊时，好友得知两人吵架，雅蓉也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他劝俊浩先去找份稳定工作。一个大男人住在女友家里本身就是个错误，他让俊浩不要再虚度光阴。分别时，好友把一盆绿植送给他，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。7年的软饭，俊浩早已习惯。到了饭点，他再次来到雅蓉的家，门口是他被打包好的行李。俊浩明白雅蓉可能是真生气了，他敲开门，低声下气的道歉。 아이고, 이거 비싼 건데, 이거. 너 있잖아. 언제까지 그렇게 살 거야? 내가 너 뒷바라지 한다고 나 하고 싶은 것도 포기하고 살잖아. 내가 아무것도 안 하냐? 집안일 귀찮은 거 내가 다 하잖아. 음식물 쓰레기 갖다 버리고 분리수거. 야, 너 돈 좀 번다고 생색 좀 부리지 마. 原本的道歉突然成了再次争吵，攻击性的言辞深深刺痛了雅蓉的内心。7年来一直都是她在付出，信任的缺失让这段恋情走到了尽头。虽然彼此都没有说出分手2字，但分手却已经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事。俊浩搬着为数不多的行李被扫地出门，为了生计被迫开始了打工之路。他在朋友的餐馆做起服务生。这天，一对吵架的情侣引起他的注意，两人从店里一直吵到店外。俊浩也好奇地跟了出来。为了摆脱男生的纠缠，女孩突然朝俊浩的方向走来，这让俊浩瞬间变得不知所措，一不小心将身边的自行车绊倒，笨拙的样子让女孩忍俊不禁。几天后，女孩再次来到餐馆，显然她是为了俊浩而来。她告诉俊浩自己失恋了，问俊浩要不要和她谈恋爱。多恩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两人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感，很快他们就坠入爱河。俊浩发现多恩和雅蓉有很大不同，他不会给自己压力，也不在乎他能不能考上公务员。 공부가 안 되면 다른 걸 열심히 하면 되는 거야. 단순히 생각해. 나는 내 남자친구가 닭을 튀겨도 좋고 배달하는 직업도 좋아.
多恩只希望他们在一起玩得开心，不要做背叛他的事就行。亚荣在家人的安排下开始频繁相亲，却始终未能找到心仪的对象。这天他带客户去看一座写字楼，对方很绅士，是亚荣喜欢的类型。男人对写字楼很满意，表示会优先考虑租下这里。隔天写字楼的房东来到公司，他把一个钱包交给亚荣，原来是昨天看房的男人留下的。亚荣给男人打去电话，把钱包还给了他。交谈中他们聊起彼此的感情生活，亚荣讲述和俊浩那段7年的恋情，而男人则对自己的感情遮遮掩掩，只是静静聆听并适当给予安慰。亚荣在他身上看到了俊浩没有的成熟与担当，两人的接触也日益频繁起来，很快他们便走到了一起。亚荣把男友介绍给闺蜜认识，闺蜜都夸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就在亚荣对新恋情满怀憧憬和期待时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将这一切彻底击碎。这天闺蜜找到亚荣，她支支吾吾说在幼儿园看到了男友，原来男人已经结婚生子，却一直欺骗亚荣是单身的状态。亚荣给男友打电话无人接听，她直接找到男友家，看到男友正在楼下带孩子玩耍。男友解释他并没有想要欺骗亚荣，他正在和妻子办理离婚。这时男人的妻子走了过来， 저 혹시 누구? 이 새끼한테 물어보세요. 亚荣强忍着泪水愤怒离开，没想到看似完美的爱情，自己却莫名成了第三者。他迅速逃离了这里，同时也不敢再轻易相信其他男人。后来某天俊浩接到了亚荣打来的电话，担心被女友误会，睡落枕的俊浩躲进厨房接了起来。亚荣说他的平板电脑当初放进了俊浩的行李，他想约俊浩见面把电脑拿回来。多恩问俊浩发生了什么事，俊浩支支吾吾说去见一个朋友，这引起了多恩的怀疑。亚荣在房产中介辞了职，如今在一家画室专心搞起创作。这是他们分手1年后的再次见面。一阵寒暄过后，俊浩问他为什么不删掉自己的号码。 태블릿 받아야지. 그러면 진작에 연락을 하지 왜 안 했냐? 내가 먼저 하면 못 잊었다고 착각할까 봐. 其实他们都没有完全放下对方。亚荣会在社交软件关注俊浩的情感生活，而俊浩也从朋友口中了解着亚荣的近况。7年的感情让他们习惯对方，继而会把这份情感带入到新的恋情之中。俊浩认为当初是亚荣找的借口分手。 헤어지자고 말하게 한 게 너잖아. 네가 헤어지자고 말했잖아. 네 입으로 헤어지자고 말하면 너 나쁜 역할 맡는 거 싫으니까 권태기니 뭐니 엄청 틱틱 거렸잖아. 亚荣被说得一时语塞，于是转身坐到了画板前。这次谈话撕开了两人的伤疤，也让彼此决定彻底放下。多恩给俊浩打了很多电话，俊浩却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没有接听。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多恩回过去，而是和亚荣告别后坐公交回了家。俊浩离开后，亚荣删掉了他的电话，与此同时，俊浩也删除了他的号码。回到家，俊浩发现多恩已经不辞而别，他没有去挽留，因为他不确定两人之间究竟是不是爱情。1年后，俊浩放弃考公，做起了销售。在经历了2段感情后，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未来，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，决定脚踏实地去工作。亚荣也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爱和信心，并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。如今彼此都有了新的生活。当他们再次相遇时，两人都释怀了曾经的伤痛。他们的爱情虽然枯萎了，但他们都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和他人。